当地时间5月10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讨论台海局势等议题。此次会晤是去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外交高层的首次线下正式交流。据悉，双方会谈超过8小时，是一次罕见的长时间接触。中美均形容对话坦诚、实际而有建设性。据新华社报道，中美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而有建设性的讨论。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用好这个战略沟通渠道。同一天，白宫也发声明，指两人的对话坦率、实际而有建设性，讨论涉及美中双边关系、俄乌战事、台湾问题等地区以至全球安全议题。声明同时表示，两人的会晤是在致力维持沟通开放及负责任管控竞争。香港中评社的分析指出，双方基本同步发布的声明显示了3个方面的一致。首先，双方都定义此次会晤是坦诚、具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说明双方都认可此次会晤的意义。其次，双方透露讨论的主要议题基本上重合，显示双方都认可当前中美关系最关键的议题，包括美方之前在会谈后的声明中经常避而不谈的台湾问题。第三，双方都认为这个沟通机制的战略重要性，愿继续保持这个沟通渠道的开放。所以这一次的会晤之所以成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他处理内部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中间，遭遇到了他认为自身难以克服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美方也在过去2年之中，逐渐的在调整对华关系处理的心态，很难预期他通过施压或胁迫的方式，达成一个中方满足他的要求的结果。此次会晤前，中美双方都没有对外公布。有匿名白宫高级官员会后透露，美中双方都意识到沙利文与王毅会晤的价值，因此很快就筹备了此次会晤。根据中方发布的照片，美方出席会晤除了沙利文，还有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莎拉贝兰。梳理过往的中美互动，不难发现，自从安克雷奇会议后，中方少派代表专程去美国开双边会议，更多的是选在第三国，体现平等与相互尊重。比如说，去年3月和6月，沙利文先后与中方代表有过2次高级别会晤，分别选在了罗马和卢森堡。此次举行中美高层会晤的奥地利是永久中立国家，维也纳也向来是各种国际会议的召开地点。近期中美高层交流有回暖迹象，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8号会晤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后，商务部长王文涛11号应约会见伯恩斯，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交换意见。与此同时，美方密集通过媒体释放寻求与中方见面的信号。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本周称，美国财长耶伦与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访问中国。彭博社早前也引述消息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计划趁本月底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与王文涛见面。而美国防长奥斯汀近期向美国媒体透露，有意于6月在新加坡与中方官员举行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也表示，对今年访华行程抱有希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近日则干脆表态，称布林肯已经做好准备，希望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访问中国。 I think the U.S. feels that there are issues they can talk about. They can talk about climate. There is some common ground there. They can talk about the global economy. Even if there's a lot of disagreement about trade, there's still a huge amount of business don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so there is a feeling in Washington that there still is ground to talk about. And even if you disagree, you can at least understand where the other side is coming from and avoid a major crisis. 然而，美国一方面释放对华沟通信号，另一方面又试图拿台湾问题等向中方施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就在76届世卫大会开幕前夕，布林肯9号再次发表声明，宣称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与会。
秦刚早前会见伯恩斯时就已经强调，美方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意外偶发事件，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但是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如果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够按照3个联合公报的基本精神去处理的话，那中美关系接下来的互动的过程将会更为曲折。彭博社注意到，早在今年美国动用武力击落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事件之后，中美沟通受到阻碍。尽管拜登政府的各级别官员都在计划与中国对话，但迄今为止，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反应冷淡。报道还注意到，中方一再强调，美国必须改变政策，两国关系才能得到改善。中美之间保持着沟通，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种种迹象表明，中美最近的博弈，中方的冷处理让美国有点被动和着急。彭博社11号以“拜登正不顾失去筹码的风险，急迫地寻求对话接触”为题发表文章称，美国提议与中方进行的一连串会晤和通话涵盖了各层级。此前，中美对话已经停滞了数月之久。消息人士称，拜登这么做也是为了安抚亚洲和欧盟的盟友。这些国家担心美国在缓和对华紧张局势方面做得不够，从而导致公开冲突。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只会显得美国是一个寻求强大对手青睐的乞求者。拜登政府的批评者质疑称，这让美国看起来很虚弱。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美高官王毅与沙利文在奥地利首都进行了2天会晤，那么消息公布就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吗？好的，主持人。那么很显然，这是一次中美高官的秘密会见。那么全球媒体都是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后才知情的，甚至呢，连一些个神通广大的欧美最主流的新闻机构，他们呢都没有能够挖到这条独家新闻。可见呢，中美两国对此都是很有默契的，都做足了保密功夫。甚至呢，按照今天美联社记者的爆料，那么这也是东道主方面全力配合的一个结果。美联社就引述奥地利的匿名官员爆料称，那么这次会见是在维也纳市中心著名的内城环道上一家高级酒店进行的。那么奥地利政府也只是在会见前几天才接到知会，那么维也纳被选定作为会谈地。前几天，秦刚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就坦诚，当前中美关系在遇寒冰，当务之急是要稳定双边关系，防止出现意外，避免螺旋式的下滑。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美进行自气球事件严重冲击双边关系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见，选择以保密方式来当面沟通，而且呢，一谈就是2天，显然就是要确保在不受媒体舆论过度关注与噪音干扰的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充分而且是深入的战略沟通。那么这也足见两国对这一次会晤的重视与投入。那么在您看来，中美都谈了哪些议题，又谈得怎么样呢？今天新华社的通稿以及美国白宫的声明，也包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与美方官员的媒体吹风，虽然都很简短，但是呢，信息量很丰富。其中呢，有不少共识性的表述，显示中美双方对会谈的基调与成果，基本呢也都是持正面的一个评价。当然了，双方一些个表述的差异，包括议题的优先排序，也在凸显各自的关切与侧重。比如呢，新华社通稿就称说，中美双方的讨论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而白宫声明呢也用了3个界定词 ：candid、substantive、constructive。那么和中方表述来对照的话，其实就少了一个深入。新华社通稿明确，那么中美主要讨论如何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而美方官员呢则爆料，沙利文在会见中呢明确向王毅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关系走出气球事件的阴影。他的原话是 "Move beyond spy balloon"， 那么等于道出了美方判定的这个障碍所在。那我注意到，显然呢，国际媒体都很看重沙利文的这句话，不少呢都在标题中特别引述来做强调。比如今天《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以此作为大标题 ：Top Biden aide tells Chinese diplomat
that U.S. wants to move beyond spy balloon。拜登高级助手告诉王毅，美方希望将气球事件翻篇。那么白宫声明仅简单提到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台海，但是呢，新华社通稿的表述语气就要更加严厉了。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没错，是严正立场。那么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台湾问题毫无疑问永远处于中方关切的 C 位，是中方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那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对此呢，美方不应该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声明也特别强调，这一次会见是保持美中开放沟通、负责任管理竞争的美方努力的一部分。那么，联系近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等美方高官，频频在就访华沟通来喊话，也足见了美方对于直接沟通更加看重，也更加迫切。这实际上也是白宫近期的一个密集的承压点。所以才有美国彭博社相关的评论对此直言说，拜登正在不顾失去筹码的风险，在急迫地寻求对华接触。今天新华社通稿与白宫通报中都有这样一个表述，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的沟通渠道。白宫声明还强调，要基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来推进沟通。那么说到沟通话题，秦刚几天前在北京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的当面直陈，可谓是一语中的，不能够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个人认为呢，检验美方是否说一套做一套，一个最及时的观察窗口就是下周在日本广岛揭幕的G7峰会。那么您预判美方在G7峰会可能会搞哪些对华动作？我昨天在节目中讨论了日本所谓与北约洽商设立东京联络处的这一非常事态。日本外相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竟然再度鼓噪所谓翻版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论调。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应询时，他犀利质问，那么外界很关注日本是否真的要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北约当然不是G7，但是呢，北约老大是美国，日本以外的G7国家都是北约的正式成员国。那么在G7峰会行将揭幕之际，日本与北约选在此时来刻意炒作所谓联络处事态，无疑呢就是要为G7峰会打安全牌，先期来热身造势。那么在经济领域，美国财长耶伦昨天在日本出席G7财长会期间呢，又在拿所谓的中方经济胁迫来说事，鼓吹G7成员国要谋划应对之道。这也被认为是G7峰会可能会炒作涉华经济议程，尤其是供应链议程的前奏。但是呢，财长耶伦他作为走通美国政学两界旋转门的代表人物，他不应该对来自本国学界的理性声音充耳不闻。尤其这一强音呢，恰恰也来自G7的财长会。今天法新社发自广岛的电稿呢，就格外扎眼，标题是 Hostile U.S. policies on China risk dividing world Stiglitz。 斯蒂格利茨警告，美国对华敌对政策会带来分裂世界的巨大风险。斯蒂格利茨他是谁呢？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曾经担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那么在美国学界与知识精英层有巨大的影响力。今天斯蒂格利茨在G7财长会的场外接受法新社的采访，他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充满敌意，警告华盛顿驴象两党相互竞争，对华示强，这将严重抵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全球危机的国际努力。因此，斯蒂格利茨就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峰会上，其他G7成员国都应该向美国施压，对美方直言，美国对华所为正在让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这让大家都很难做。事实上呢，斯蒂格利茨他基于学者良心的警告，也已经在G7内部在回响激荡。如果美国继续奉行对华全面敌意的政策，不但世界会分裂，甚至呢G7内部也会制造分裂。路透社昨天发自柏林的电稿，直接以此作为标题，说德国政府信源强调G7不应该寻求建立反华同盟。在我看来，这恰恰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
大国外交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过去几天，包括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央外事委的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委兼外长秦刚等等多位高官都在对欧洲进行密集的访问。相信对此观察细品，我们会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正紧锣密鼓准备将于下周召开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为配合美国将 G7 打造成恶华平台的企图，日本积极充当马前卒。据报道 ，G7 将宣布共同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中方指，首先应被声讨的非美国莫属，中国自身就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并敦促七国集团不要做经济胁迫的同谋和帮凶。作为东道主，日本已积极为美国搭好了唱台。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却暗示自己或因国内债务上限问题而无法赴日参会。今年的G7峰会定于本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广岛举行。彭博社11号称，尽管细节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但G7成员国计划在本月发表声明，共同应对来自于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之前是透露，官员们仍在讨论向中国传递信息的强硬程度以及可能采用的具体工具。美国倡导其他G7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据称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加强协调和提出一般性警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回应称，说到经济胁迫，第一个应当受到声讨的恐怕非美国莫属。美国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别国企业采取歧视性和不公平做法，其行为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据媒体报道，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美国已对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单边经济制裁，全球近1半人口受到影响。实际上，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在美国的经济胁迫和霸凌面前也难以幸免。日本东芝、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等企业都曾经是美国打压的对象。汪文斌说，如果G7峰会要把应对经济胁迫列入议程的话，建议可以先讨论一下美国的所作所为。日方在主办G7峰会时，是否可以代表其他同样遭受美国霸凌的成员国，向美方表达一些不公呢？或者至少说几句真话？中国自身就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我们一贯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搞经济胁迫。我们敦促七国集团顺应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势，停止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不要做经济胁迫的同谋和帮凶。这是中方连续第2天批评G7欲炒作涉华议题。针对有报道释放G7将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的消息，汪文斌11号表示，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各国都应当遵守的国际规则。G7所说的国际规则，就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西方规则，就是美国第一、G7主导的小圈子规则。我们敦促美日等这些国家，先把拖欠多年的联合国会费补上，撤出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停止挑动分裂和对抗，停止打着国际规则的旗号，服务自身的霸权地位和一己私利。G7召开在即，首相岸田文雄10号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称，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至关重要，似乎有为即将召开的峰会炒热话题之嫌。4月举行的G7外长会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就曾经对涉台等问题指手画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予以严厉批驳，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明确反对和制止任何台独行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呢，这个七国集团这次峰会呢，肯定会提及这个台湾问题。但是提的这个应该还是陈词滥调吧，因为美国呢带头呢在渲染所谓的这个台海危机，或者说是海峡两岸呢可能会爆发冲突等等，为他们的遏制中国呢制造新的平台和手段。那么G7的这个其他的成员呢，基本上都是美国的伙伴，所以呢，我估计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不会改变这个陈词滥调，但是呢，中国根本不会去理他。日本甘做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岸田文雄也登上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本期以日本的选择为题，称岸田希望放弃数十年的和平主义，使他的国家成为真正的军事大国。时代周刊称，美国渴望有影响力的伙伴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在白宫的鼓动下，岸田着手让日本这个世界第3大经济体重新成为拥有与其经济地位匹配的军事实力的全球大国。对此，有日本网友留言讽刺称，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岸田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美国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作为奖赏，美国让岸田上时代封面，告诉他要再接再厉。网民的痛批很快引起日本政府的关注，日本外务省随即以文章简介与内容不符为由，向美国《时代周刊》提出了异议。11号下午，《时代周刊》网络版已将原来的封面文章简介替换为岸田领导下的日本欲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影响。在打压遏制中国方面呢，美国是非常重视日本的作用的，所以日本在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是对他有利的。但是会不会最终呢搬起石头砸向美国自己的脚呢？我们要拭目以待。除了美国的马前卒，日本还要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日本外相林芳正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分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双方正就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进行磋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号回应指出，北约多次公开表示，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定位没有变化，不寻求地理突破。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也不需要建立亚太版北约。但北约却不断强化同亚太国家的关系，执着东进亚太干预地区事务，挑动阵营对抗，到底意欲何为？汪文斌指出，亚洲是和平稳定的高地，合作发展的热土，不应成为地缘争夺的决斗场。由于近代军国主义侵略那段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我们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要做破坏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日本为了G7峰会卯足全力，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可能缺席的消息，让这一次的广岛峰会有点凉。拜登10号表示，为了解决更重要的债务上限问题，他有可能不得不线上参加G7峰会，最终决定取决于谈判的情况。日媒称，拜登是否出席G7峰会，共和党根本不在意，一切都以美国内政优先。只有东道主日本很失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号曾就拜登出席情况回应称，尚未从美方那里收到任何有关通报。根据原定行程安排，拜登还将参加美日韩3方会谈。不止日本关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解决进展，澳大利亚舆论也担心拜登可能无法前往5月24号在澳大利亚举行的4边机制领导人会谈。因为拜登现在国内的议程呢，显然对拜登总统来说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呢，这个传闻呢恐怕会成为事实。也就是说呢，拜登呢可能无法脱身华盛顿，然后呢，只能用视讯的方式参加这个七国集团峰会。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对日本本身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因为日本呢是满心指望呢，通过这一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呢，来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么，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居然让拜登可能会缺席G7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原定于12号再次举行的联邦债务上限会议被推迟，将改在下周举行。当地时间10号，拜登在出席活动时将矛头指向共和党内的极端派别，指责共和党的债务上限法案实际上是在挟持美国经济。前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在 CNN 节目中向共和党人喊话，表示如果民主党不同意大规模削减开支，共和党人可以允许美国出现债务违约。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1号透露，白宫与国会双方同意下周初就债务上限问题会面，助理们的磋商工作也将持续进行。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表示，延期并不表示谈判出了问题。他认为，在和拜登再次会面之前，双方的谈判代表需要进行更多讨论。有消息指，拜登和国会领导人推迟了会议，是因为他们不想打断正在取得的进展。为了满足共和党的要求，白宫官员正讨论如何削减财政开支，双方也争论延长上限到何时。拜登希望最少是明年大选之后，但代价可能是更大幅的削减开支。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活动时，就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和债务违约潜在影响发表演说。他认为，债务危机是一场人为制造的危机，国会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提高联邦政府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拜登还将矛头直指共和党内的极端派别，指责共和党的债务上限法案实际上是在挟持美国经济。They're doing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what no other political party has done in our nation's history. They're literally, not figuratively, holding the economy hostage by threatening to default on our nation's debt. 前总统特朗普也在同一天罕见现身死对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市民大会节目。当被问到对美国债务状况的看法时，特朗普表示，如果民主党人不同意开支削减方案，共和党人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让债务违约发生，逼迫民主党人做出让步。If they don't give you massive cuts, you're going to have to do a default. It's really psychological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nd it could be very bad. It could be maybe nothing. Maybe you have a bad week or a bad day. 金融时报称，这表明特朗普对美国政府可能债务违约一事不以为然。路透社则认为，特朗普是在有意淡化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后果。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在 G7 财长会议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批驳了特朗普让债务违约发生的相关说法。耶伦表示，债务违约的想法将严重损害美国和全球经济，每个人都应该认为这是不堪设想的。A default would threaten the gains that we've worked so hard to mak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our pandemic recovery, and it would spark a global downturn that would set us back much further. It would also risk undermining U.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and raise questions about our ability to defe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就在拜登和耶伦威胁美债违约将重创全球经济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科扎克也警告，如果美国债务出现违约，美国经济会出现严重问题，同时全球经济也会受其拖累。科扎克批评说，美国不断加息已经伤害了不少国家。IMF 评估认为，15%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扰状态，另外45%的低收入国家有债务困扰的风险。而美联储快速加息和极端货币政策转向，短期内让极低水平的利率过渡到较高水平的利率，这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特别是那些处于债务困扰且本身已经面临脆弱性的国家。美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违约呢，也不是第一次了啊，因为它以前有好几次了，那就要看看说这个对于哪些这个债务。比如说美国的有些国家呢，它跟美国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啊，就在这债务方面，那还有在股市方面，还有在经贸方面，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你政府停摆的时候呢，你就会影响到各行各业的发展，包括股市啦，包括民生问题啦，包括医疗啦等等。德国商报报道称，债务上限危机这种一再重复的闹剧与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不匹配。仅仅关于债务上限的辩论就已经损害了这个最大经济体的信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菲利波·戈里则于近日撰文指出，严重的债务上限危机可能会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再信任美元。如果美国政府不再愿意无条件承诺偿还美国的债务，国际经济秩序可能会让位于多极化货币体系。对于华盛顿来说，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加速其国际霸权的终结。而美国拥有的随意制裁他国等特权也会随之丧失。好，新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据日本媒体透露，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将会重点谈到中国，那对此您怎么看？据我了解，即将于下周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涉华议题上将会有一系列出格的举动，包括一是在峰会过程中将会单独开设中国议题，讨论所谓的中国威胁问题，这是在过去的七国集团峰会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二是在峰会的议程中还会破天荒地单独讨论印太战略问题，而且焦点也是围绕着制衡中国。三是在峰会过程中还将重点讨论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问题，并号召七国集团采取统一行动来应对，大有准备将七国集团打造成为经济小北约的倾向。除此之外，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将撕掉朦胧的面纱，可能会再次直接点名中国。而这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可以主导本次峰会的议题设计。也就是说，本次七国集团峰会之所以正朝着拼凑俄华小集团的方向发展，就是因为日本在台前幕后鼓动的结果。如果再联系到日本外相林芳正向美媒证实，北约和日本正就在东京开设办事处一事进行协商，我们就可以知道岸田文雄为什么会成为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了。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企图妄议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呢？其实最近几年来，在美国与日本的幕后运作下，七国集团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都有涉及台湾问题，但措辞都还是老一套，比较温和，也就是呼吁要维持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然而据日本媒体透露，在岸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将会出现这样突兀的表述：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行为，包括东海钓鱼岛与台海局势的现状。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切与呼吁了，而是赤裸裸的强制干涉与介入。而且日本把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利用东道国的便利强加给了其他6国。除此之外，岸田文雄还表示，台海的稳定属于全球议题。这个说法跟不久前韩国总统尹锡悦有关，台湾问题不是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可谓是如出一辙。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而为之。那么联系到此前日方曾经说过，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日本与韩国显然是正在企图一步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也就是未来的台湾有事不再仅仅是日本与美日同盟有事，而是未来的美日韩同盟、七国集团甚至是北约都会跟着有事儿。那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还将讨论美债问题，您又怎么看？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次七国集团会议上讨论的2个经济议题其实是相互矛盾与相互冲突的。也就是一方面要讨论七国如何在供应链问题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另外一方面又要讨论七国如何与中国合作解决全球债务问题，也就是既要在经济上排斥中国，又要让中国帮忙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债务难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既要跟又要之间的矛盾不仅仅体现在这次七国集团峰会上，它似乎已经成为了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时的常态。比如美国既要主动挑起一场对华意识形态新冷战，又要跟中方保持各个层次的交流与沟通，既要在全球范围内联合盟友共同遏制中国，又要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既要中国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与仇核危机，又要主动介入台湾问题与挑起南海纠纷。而这样一种做法跟美国奉行的既要防范中国，又要跟中国接触，既要跟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又要跟中国合作的政策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在交流与沟通层面的遇阻，甚至是陷入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可能是中方对拜登政府的这种既要又要相互矛盾政策说不的一种回应。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应中国商务部邀请，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11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12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法瑞尔举行会晤，并共同主持召开第16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此次法瑞尔来访是中澳最高层级贸易官员2019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王文涛和法瑞尔今年2月举行视频会谈后3个月内第2次接触。外界注意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澳关系在经历困难后趋稳向好。法瑞尔在行前表示，此次访华，他将致力于大力提倡全面恢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畅通无阻，涵盖所有行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称，法瑞尔希望能够推动对华贸易的全面恢复，并努力稳定双边关系。
实际上，在特恩布尔、莫里森两任总理之内，澳大利亚对华认知出现偏差，对华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和轻率的言行，导致两国关系遭遇困难，高层磋商陷入停摆。去年5月，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展现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意愿。去年年底的20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期间，中澳领导人会晤奠定两国关系破冰的基调，双方高层开启密切往来。去年12月，中澳建交50周年之际，澳外长黄英贤访华，随后澳商界人士也纷纷来华交流，寻求重启贸易合作。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廷11号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法瑞尔部长此次访问，进一步落实中澳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推动中澳经贸务实合作向前发展。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日前也在接受《环球时报》书面专访时就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国关系企稳向好，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尤其是两国经贸合作实现解冻回暖。中澳经贸关系正面临重要的窗口期，希望法瑞尔部长访华，进一步推动澳对华务实合作，造福双方人民。某种程度上说，中澳的经贸关系是中澳双边关系的一个压舱石，双方的民众能够获益良多。这一次的澳大利亚的经贸部长的这个访华，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就一些共同关心的经贸议题进行一些商谈，特别是澳大利亚关注的，比如说龙虾呀、牛肉啊，还有葡萄酒啊，这个出口到中国，来减少一些相关的一些障碍。这一次的澳大利亚部长的访华，毫无疑问将会对未来的中澳的经贸关系起一个积极的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外界还关注到，在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大麦双反措施争端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了共识。肖谦大使就表示，这体现了互利合作精神。他同时解释，澳方的经贸关切包括中国对澳个别进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相关过程都严格按照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进行。中国民众是因为对澳上届政府错误言行感到愤怒，不愿意购买澳商品和服务。此外，是由于澳方的一系列举动，才使部分中国企业对澳合作更加谨慎与警惕，出现对澳投资意愿和信心下降。从根本上讲，这都是针对澳上届政府的错误言行做出的反应。肖谦进而强调，所谓中国对澳经济胁迫，纯属子虚乌有。11号，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澳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中澳要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双方可在此过程当中通过建设性磋商，平衡解决各自在经贸问题上的关切，共同造福两国人民。还有观点提醒澳方，不要把解决中澳之间的经贸争议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无意把经贸作为一种条件或者障碍，始终认为经贸关系是中澳关系的助推剂。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徐立平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澳之间从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两国关系曾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在当前中澳关系出现趋稳向好的情况下，更要让共识和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基调。也有人说，现在中澳关系从一个冰冻期到乍暖还寒，那么现在呢，正在迈向一个春暖花开的这么一个时刻。但是现在这个中澳关系的春暖花开还远远没有达到，双方还是要就一些双方关注的一些分歧点，还是要达成一些具体的共识。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的。